休了有1个月的假，回来之后第一件事儿就是赶快跑到后院的菜园，看看我的这些菜呀，还有果树都长什么样了，看看草是不是已经长疯了。我离开之前呢，桑树上边已经有个别的桑果开始变红了，这会儿呢，按理说应该是好多都已经变紫成熟掉落了。看看，哦，这些都已经是发紫了。我估计好多已经被鸟给吃掉了。这种是长青桑果，伊利诺伊长青桑果，上边桑果是一步一步的逐步成熟的，所以说看上面有这种已经紫了的，但是也还是有好多绿的在上边。现在看起来好像比我走之前挂的桑果要少好多了，我估计就是那些已经变紫的都被鸟给吃掉了。这几天我抓紧时间看看，把紫的都摘一摘，争取能从鸟嘴里边抢到一些。这山楂树也是1个多月没浇水，没打药，看这真菌感染的，哎呀，估计又不行了。这个太明显了，都成这样了，完了完了，一个好的都没有了。哎呀，在这种空气潮湿的地方种山楂树实在是太难了，尤其是像我这长时间不在家休假，没有时间照顾。其实应该是每2周就喷一下除菌剂，这样的话就不至于感染成这个样子。今年结的果还是挺多的，但我这样扫了扫，已经是看不到什么像样的山楂果子了。这下边的草也都长起来了，还得给它除草。抽个时间还得再浇浇水，感觉也是有点干旱。我刚才看了看，好像这一个看着还可以，不过上边也有这种病菌的点点了。看这种锈病太严重了。今年香椿树也是，我们连续掰了几次，后来就休假走了。这后边的几批都没来得及掰，又长得又高又大了，回头还得给它再矮化矮化，只能等明年了。这家里有菜园子呢，没有人在，真的是不行啊！看这棚里边，这杂草已经长成这个样子了，都开花了。这边麦麦豆豆的小花园，小黄花开得不错，杂草也是跟着花一起都长高了。薄荷这块还是一如既往的全是薄荷呀，薄荷的侵占性太强了，杂草也长不过它。这菜园里边草太多了，担心有蛇啊。哎呀，下边这一片是原本是种着豌豆啊、豆角之类的，我走的时候还长得好好的，整整齐齐的，现在看起来全都被杂草给覆盖住了。哦，仔细看那还有豆角，感觉像是要开花了。这中途本来是应该除一次草的，结果因为不在的缘故，让它长起来了。这再除也不好弄了。韭菜感觉也是有点旱，不过长得还可以，就等它抽苔开韭菜花了。这大蒜也是啊，真是心疼啊！走之前长得整整齐齐的，刚抽蒜苔，因为走得太急了，没有来得及把这些蒜苔抽下来。看现在都长成这个样子了，然后大蒜也都黄了，里边还有好多杂草也长出来了。这边也是，哎呀，感觉要把它挖出来了。这大葱呢，长得也还凑合，看好多好多的马蜂啊。这葱种子都已经干了，可以收了。这边还有一片葱，也是伴着杂草长的。哎呀，我这水漏了。都不知道漏了多少天了，我给它关一下。哎呦，哇！那边的爬藤豆角又长出了一些，伴随着这种野生的爬藤植物，这还有一棵桑树也长出来了。这再清理起来可不容易啊！去看看鸡鸭鹅，我走之前呢是给它们添了满满的一整桶的饲料。然后这个地方是弄的自动灌溉，给它自动的喂水，然后哎呦，给它们放出来，让它们出来吃吃草吧。这草已经长得特别高了，
看看这几天有没有鸡蛋、鸭蛋什么的。这儿有个鸭蛋，这儿有2个鸭蛋。我们还委托朋友帮我们隔1周过来看看情况。上周的时候告诉我们鸡被咬死了，我找了找，还真的是1只鸡都没有了。那应该是剩下的2只鸡全都被什么动物给咬死了。这下没有鸡蛋吃了。这边原本是我走之前种的西葫芦、南瓜什么的，现在还能看出来，这西葫芦已经长起来了。那边还有几棵，这一棵是死掉了。这边还有几棵豆角，但是都淹没在草丛中了。好多的灰菜呀！看看蓝莓怎么样了？按理说这个时候蓝莓早熟的品种应该都熟的差不多了。哦，这上面还有一些青的。蓝莓也是，估计是这段时间没给浇水，旱到了。这棵呢？上面也有一些，我们是告诉邻居还有同事，如果发现有熟的蓝莓啊、桑葚什么的，他们摘一摘，也不知道他们摘到了没有。这边是走之前移栽的西红柿小苗，现在长得是真高了，下边的枝杈都该打了，长太多了，这下又不好搭笼子了。再过来看看，活真是好多呀。这晚熟的品种还好。刚刚有点泛紫，这边的也是。哎呀，无花果终于是长起来了，回头留个5、6个分支，看看今年的秋果、夏果还能不能长出来。这个也是，像这种毛豆的地方，看仔细看能看出毛豆，但是草也真是不少啊。得想想怎么去把这些草给除一除。可能优先需要给西红柿打枝，那边的辣椒、甜椒什么的，个头长得还比较小。哎呀，这西红柿长太大了，没法弄了已经。这地还是湿的，看样子昨天应该是下过雨。看看这盆栽蓝莓，上边的果子也不是很多了。估计都是被旱的掉了，这儿还有一大串。今年熟的真是有点晚呀！看一眼这野桑树上面的桑葚还有吗？野桑树的果子应该早就熟了，一个都没有了。当时走之前那绿色的果子密密麻麻，也是到处都是，现在只剩下这些叶子得了锈病的，真的一个都找不到。应该全都被鸟给吃了。今天就先大概的这么看一看，主要是评估一下未来的1周我需要干多少活，哪些是需要优先处理的，哪些可能就放弃了。这么多活实在是弄不过来呀。看看这香草的菜床，都长这么大了，也是有好多杂草长出来。不过情况还行，没有到失控的程度，稍微的拔一拔应该就行了。这还有，这种菜呢，除草真是第一大难题呀。以前在家的时候呢，可能每天或者是每2、3天过来转一转，顺手就除一些草。周末的时候再干一次大的活，没觉得会长这么多草。结果1个多月没看见菜园，这野草都长疯了。像这种走之前干干净净的，上面还铺了松针的，都长出这么多的野草来。哎呀，这种大草，这香草的味儿还真是浓啊！迷迭香、薰衣草、百里香、鼠尾草、牛至，这种重的味道，不知道到底是谁发出来的，还是说他们几个一起散发出来这种浓浓的味道。行，这好弄的，先顺手给它拔干净。等一下进大菜园看看大菜园什么情况了。这是种甜瓜和西瓜的地，除了铺防草布的部分，看这两边杂草长的。这两边呢，回头我拿手持的割草机给它打打就行了。这边的香瓜补苗之后，后边几棵长出来了。这是走之前补的种子。西瓜
西瓜的秧子已经长起来了，这不小了，都有开花的了。西瓜得做3蔓整枝了，还有就是这西瓜里边长的这种杂草，也得给它及时的处理掉。哎呀，这儿也是这么多，后边也是，应该优先处理这西瓜这一排，把两边的杂草给它用割草机打掉，把它根部这种小坑地方的杂草都给除掉，然后进行一下3蔓整枝。还要再喷一点酮剂，因为我感觉已经有真菌感染了，像这种。再往后走走看，这边的玉米地，这玉米地的草也是长得特别高了。中耕除草应该还行，可能最好也是拿手持割草机先给它打一遍了，长得有点太高了。这边有豆角，这豆角好像被什么东西给吃了。这是鹿又进来了，还是兔子？被吃了。这是豆角，还有毛豆覆盖作物，都是混着杂草一起长的。想想怎么弄呢？其实近处看，这豆角长得还是不错的。如果我们中间再不离开那么长时间的话，给它做1次中耕除草，这草就控制住了。还有这边毛豆覆盖作物也是啊，长得都是挺不错的。这是被什么动物又给吃了一次？哎呀，是鹿呢还是兔子呢？那边大一点的玉米长高了，里面的草稍微少一些。哎呀，这边没法走了。我得拿割草机先把周围这些草给它割一下，否则万一有蛇就比较麻烦。看那边红红的果子是树莓，过一阵子变紫就能吃了。我还是原路返回，从这边能下得去脚的地方走，这样安全一点。远远看去还以为是蔬菜长得这么旺盛呢。这樱桃树也有阵子没浇水了，是有点旱了，然后上边也有真菌了。还要浇水喷药。这边是种的土豆，后来也没有再给它培土，周围这草也是长得密密麻麻的了，不过还好不是很高。哎呀，看我这枣树旱的呀，这枣树今年又可惜了，这正是开花的时候，结果没有给它浇水，叶子都已经干掉了。这真的打理一个菜园是不能离开人的呀，除非做到完全的自动化。我本来走之前呢，是想抽时间把枣树的这种滴灌给它弄好，结果也没时间弄。这边更早的西红柿，这已经是很难再给它打枝了。哎呀，果子都长出来了，还没给打过枝。1个月多一点儿，长得真是快。看这边的枣树，也是好干的样子。我们走的时候，草莓是长得正旺盛，结果最多的时候。之前摘了一批，后边的是告诉邻居还有以前的朋友，让他们过来的时候看看有什么能摘的就摘。现在应该已经过季了，都没有了。这枣树啊，旱得真是太严重了。再看看这一整排的豌豆，也是开花了。这豌豆倒是它们都往这个方向倒下了，所以这个方向没有草。要是也往这边倒一些就好了。这边没有覆盖住，就长出了一些草。不过还好，这一排基本上全都是豌豆。哎呀，哦，已经结了。摘一个尝一下，这个是种的甜豆的品种，所以应该是豆荚和豆子都可以吃的。我先尝尝味道，还挺好吃的。豆荚和里边的小豆子还都是甜的。回头我摘一些回去洗干净了，可以或者生吃，或者给它焯一下水凉拌。再看看软枣猕猴桃，今年好像是没开花，
没有开花，这还是得打理，不打理不行啊。我真的是很难想象1个月多一点儿，这菜园就能荒成这个样子。看看葡萄吧，哎呀，这葡萄又生病了。哎呀，这葡萄是可惜了，可惜了。本来中间要是给它喷杀菌剂的话，不会长这种黑点儿。现在可能已经不行了。回头看看还有没有好的吧。这棵菌病更厉害，长在主干中间的，看着还好，但是也有小黑点儿。结了真多的果实啊！葡萄在这潮湿的地方太难种了，基本上1、2周就要给它除一下菌，否则的话就会长这种斑点儿。一旦开始长，就控制不住了，而且即使控制住，后边的葡萄也长不好。这棵也是，今年这葡萄都轮不上班衣腊蝉来吃，自己先生病，病坏了。这算是长得好一些的，但上边也是有一点点的这种点儿。这个可能确实能抢救一下，我感觉长得不错，这么大串儿。这儿还有一些看着也不错。这棵怎么样呢？哎呀，这棵都烂果了。哎呀，已经烂果了，还值不值得再抢救呢？试试吧，我给它喷点溶剂吧，或者我在想，要不就喷点Mancozeb， 但是那是化学的，可能果子这么大了会有残留，不是特别好。哎呀，出去了，难过呀！明年要想让菜园有很好的收获呢，那就不能安排在这个时间休长假出去了。这小朋友们玩的地方，我在走之前这边铺上了防草布，所以这儿看着就整整齐齐的。那一面的杂草也是长得挺高了。看看我的果园吧，外边这菜园是邻居帮我们割的草。然后果园里边，它应该是进不去，没进去割，长得比外边要高了不少。我到果园看看，看看这些桃子呀、苹果什么的长怎么样了。今年桃树的果子因为倒春寒几次，长的果子不多，但是看看这坐住的果子，感觉还不错，这也不错。这桃子，哎呀，这个长虫子了。这也是能预料到的，看看这棵流胶了，还是有相当多桃子是长得不错的，应该是能有一些收获。这种呢要防虫，然后也要防菌。有机的话，目前这个状态就只能是喷苦楝油比较合适了，先喷苦楝油保护一下。哎呀，这几个桃子长得还不错，这上面还有点儿。看这个已经有点泛红了。我想想，可能先喷点防毛毛虫的，然后再喷苦楝油。这2个大桃看着挺不错的样子，这样我就先给它喷一次多杀菌素，这样的话防止那些毛毛虫之类的，然后再喷苦楝油，给它防一下真菌，再加上保护一下。看这颗苹果，这苹果是这种枝条，应该是我走之前给它喷药喷的药害。上边的果实长得还可以，我没给它疏果。苹果可能也是有点缺水，因为苹果要想长大的话，还是要大水大肥的。像这种一串长得太密太多的，还是要疏一下果，这种小不点儿的，或者是有虫眼的，就给它揪掉了。
这儿有3、4个果实的，看这2个，这应该给它揪掉了。看看蟠桃长得怎么样了？蟠桃呢，这病虫害应该是更严重，而且爱裂果。膨大的还不错，这还是有流胶的，这2个都流胶了。这如果在的话，每隔1、2周喷点苦楝油就管用。这个长得还可以。上边我看到有更大的，不过好多虫子眼儿啊。杏树的真菌感染会更严重，看这叶子。这种没果子的，我就给它喷 Mancozeb 了。这柿子树啊，终于长出树形了。走之前感觉还有一大部分都没有长出叶子。哦，结了好多小柿子啊！今年结了不少柿子。哇，这种新枝上全是柿子。那边还是有这种枝条啊，上面冒绿芽还没长出来。我回头得给它浇点水，再稍微的施点肥。哦，不过长柿子了，现在还是不动它吧，以免这柿子一个个都落掉，让它自己长吧。这棵新栽的，去年新栽的柿子树，这芽也长出来了，看样子是活下来了。这种富裕柿子在崎岖的地方种还真是不容易啊。不知道这些能不能彻底木质化，如果不能彻底木质化的话，还会被冻死。野柿子呢，看看之前开花的地方能找到什么东西吗？感觉还是什么都找不到啊，没有什么收获。长果桑，我把下边的那些分枝都给它截掉了，上面一下就长高了。这1个多月的时间，长也太快了。真是桑树是这些树里边最好种的了。李子看看怎么样呢？这都红了。蜜丝李，感觉快能吃了。这种李子好小啊，但是确实是好多都红了。哎，第一步还是先割草，这个果园的草得先割掉，然后大菜园走路的地方的草先割掉，其他事情只能靠后了。看看梨树吧。哎呦，这个梨树，这个果长也太多了，枝条快压断了，这密密麻麻的，我得找一些支撑给它撑住啊，否则再长大点，这枝条可能就断了。然后果子也是再梳一梳，哎呀，清一清，得轻一点。这边的枝条也是，都被压得垂下来了。今年长得最好的就是这亚洲梨了。看这小的亚洲梨，这个长得更大一些，真不少。这一棵挂果更多，也是一样的，这都快垂到地上了。看这么多果，全是梨，全是梨。这种回头我适当的把一些小果或者是病果、有虫害的果子给梳一梳。现在看了一圈，感觉没看到有虫害和病害的，但是有一些弱小的或者是过密的，确实可以清一清。其实好多这种果子它就自然的，像这种就长不大了，这就是一个梨。看这几个自然淘汰的还不错，这2个可以就留着它，自己家吃大点小点都无所谓的。这种就属于长得不好的，可以给它揪掉了。这种，哎呦，还是得2只手，1只手怕把枝条给揪断。这果子真多呀！这棵梨树，顶端长得不错，下边的梨也是不错啊。看来我这区域种亚洲梨和种桃子真的是成功率比较高了，是属于这个地区比较好种的果子。
这棵山楂也是一样，这棵离松树、柏树很远，不在那个区域，也还是锈病特别严重。看来山楂呢，还是得在空气相对干燥的地方种，会更容易。在北京的时候，其实很容易种这些山楂，很容易活，也很容易结果。哎呀，这草有点深了。这棵大的黄桃，上面有不少的果子，像这种有黑点了又。黄桃赶紧再喷一遍苦楝油。这几个大桃子也是不错。那就先割草，然后再给果树喷一些药，主要就是有机的苦楝油啊、多杀菌素之类的。大概看了看，这些长大的果子，估计有一半是有虫眼的，剩下一半能抢救一下。看一眼这边的花椒树，斑衣蜡蝉是不是还是特别多？粗看起来还行。看那棵小的花椒树上边的花椒也是不少的，其实就是这么小小的一棵，采的花椒就足够我们用了，可能1年2年都用不完。花椒树种一棵就足够了。这边我还是等割完草再过去吧，那边的草长得更高。哦呀，像这种，我看看能看到桃子吗？我记得这小桃树当初也是有桃子的，这也是有个桃子。那边也有，但是感觉长得不是特别好。这树呢，还是得修剪修剪。这时候稍微有点晚了，可能不能动了。这些树暂时就先不修剪了，已经6月底了。等到秋天的时候再说了，不行就冬剪了。再看看这侧，这李子也是不少，摸一下是不是软了？我觉得有些可以摘下来尝尝，感觉熟了。看上边有一个，这小树虫害还有病害也都来了，上面有虫眼，还有好多真菌感染的。我看看我那棵小桃树有没有活下来啊？哦，还不错，这小桃树居然是活下来了。上边那个芽已经自然死掉了，就剩这么一个了。这回头得给它这样绑一绑扶正了。天啊，先不看了，抓紧时间干活吧。活感觉是已经多的干不过来了。其实这菜园的管理呢，就像我们平时的工作生活一样，如果每天都做那么一点儿，也没觉得有多大的压力，轻轻松松的很多事情就给做完了。不会说到最后失控的状态。如果平常的时候不花功夫，都拖到最后，那可能就失控，很难管理了。不过总有办法补救的，再突击一下，稍微辛苦辛苦。刚才忘了看这棵油桃了，看这油桃长得也还可以，看还留下几个果子。油桃的病虫害其实是更严重，好多果子最终都会落掉的。尤其像这种已经是有1个多月没打理的情况下，基本上都流焦了。明年的话，再带小朋友们出去，可能不选择暑假了，还是选择春假3、4月份吧。那个时候，菜园果园里边的事儿比较少，那时候可能也还没到需要割草的时候。其实寒假如果有寒假就最好了，可惜这边是没有寒假的。圣诞节的那个假期又有点太短了。哎呀，不说了，干活了，先把草割一割，割完之后还要去把 Maxim 给接回来。狗狗已经在别人家寄养了1个月了。